最近茉莉奶白的国货奶茶品牌被法国奢侈品巨头 LV 给告了，理由呢？说人家的包装侵害了 LV 持有的7件4叶花卉图形商标。结果法院一审判决下来好家伙，整整1030万的赔偿金直接砸了下来。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判决下来之后，中国网友不仅没有心疼被告，反而是齐刷刷的站到了 LV 的对面，舆论彻底炸开了锅。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一翻账本发现这个 LV 它仿佛把打官司做成了一门稳赚不赔的暴利生意一单索赔动辄千万，妥妥的官司印钞机。这事呢，咱们短视频其实也大概聊过了，但今天聊的重点是网友们顺藤摸瓜，扒出了帮 LV 打赢这场官司的幕后推手，不是什么外国律所而是一家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顶尖律所几十年的账本一拉，吃相直难看利用法律漏洞帮外企在中国疯狂进行文化圈地且连国家媒体新华社的半月谈都忍不住直接拍了桌子。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盘一盘一朵在中华大地上开了上千年的传统四叶宝相花，怎么就成了法国奢侈品用来收割中国企业的私有财产啦？咱们先来看一看这次的判决6月29号，苏州中院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侵害了 LV 的4叶花卉商标，判赔1030万。这个消息一出来呢，那些被 LV 盯上的中国小商家全被媒体曝光了什么南京的鸭血粉丝店，人均20-30的平价餐吧，汉服布料厂，甚至连有些倒闭了亏了200多万的餐吧店主关门前都被 LV 的人进店取证，打印网上的评价当证据索赔200万。你品品，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呀。LV 在国内注册了多款形态各异的花卉商标，覆盖了餐饮、住宿、纽扣、拉链等几十个分类他自己开过一间鸭血粉丝店吗？没有，但他就要把这些类目全部锁死。这里面就有一个极其魔幻的法律概念叫跨类无限保护。那过去咱们的商标规则是没有对应类目就不能起诉，井水不犯河水。结果呢，在特定的律所、特定的法律买办的疯狂推动下规则改了。如今只要他注册了某个类目就能跨领域无限维权。茉莉奶白就是死在这一条上的。中国网友不服开始全面硬杠了。大伙儿把唐代琵琶上的纹样、明代园林的雕花、新石器时代的图案全都给翻出来了。网友们把汉字的通风口、垃圾桶、农村自建房的窗户全都给拍出来了。清一色的四叶花卉，意思呢其实很明白，这个花在咱们华夏大地上开了几千年了，你要告，先把全中国这些侵权我都告了。这个时候大伙儿就纳闷了LV 在海外打这种官司也是百战百胜吗？当我查完资料，当场傻眼了。LV 在海外打同样的官司几乎全输。欧盟和意大利法院说，你这个旗牌属于通用装饰纹样，不具备显著性，驳回。日本法院说，你这个格子源于我们本土的世松纹，属于公共资源，你想垄断没门儿。美国法院更直接拒绝对这种基础风格元素给予商标垄断保护。唯独在中国 LV 这套打法屡试不爽一抓一个准。这问题出在哪儿了？这就是大伙大惊失色最让人刺痛的地方。因为有一个拥有33年资历、全球65家分所的中国本土大律所在背后给主子出了死力气。这家中国律所在知识产权领域那叫一个权威帮 LV 办过不少漂亮活专业能力确实没得说。但问题呢恰恰就出现在这儿，能力越大，你选择站哪边就越让人寒心网友们一番旧账，发现这家律所数十年间专门为多家外企在华的知识产权布局提供法律服务，其中部分案件直接坑了咱们的国有企业。他们明明比谁都清楚咱们的商标法在传统文化基础纹样保护上存在制度上的空白。他们作为中国的法律精英不想着怎么去推动修法补漏，保护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公共文化资产，反而是利用这些空白当起了外国资本的军师，帮外国客户完成了无耻的文化圈地，在几十年里告倒了无数的中国本土企业。那更有业内博主扒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为什么不同地区的法院针对 LV 同类图案侵权案件的判决结果差异巨大？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判决会显得如此倾向于保护外资的绝对垄断？
因为某些外资基金常年对国内各大法学院进行资助和定向培养，多年的投入，如今似乎迎来了成果落地。这种从学术研究、规则制定到司法游说的深度捆绑，才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司法渗透。气得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直接发文怒批，外国品牌用着中国的传统工艺，却漠视文化溯源，这就是钻了制度空白，用法律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行占为己有。央媒的话说的克制，但是分量千钧啊！单个官司你可以说，但文化主权不能一直让啊！如果今天中国律所帮着外资走通了这一条合法侵占的路径，下一个奢侈品随时可能扣动扳机，到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啊！老祖宗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共财富，如今却成了外资品牌收割、掏空国内市场财富的工具，这叫什么道理啊？但是各位，咱们中国法院都是被这些无良律所牵着鼻子走的吗？并不是啊。早在几年前，LV 就曾针对国内的一家文创品牌发起过一模一样的商标诉讼。结果那一次LV 遭遇了在华维权史上的经典翻车名场面，被杭州法院全程暴打，直接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当时那个案子的核心争议跟今天呢其实差不多一模一样，就是老花四叶花卉、宝相花纹样。LV 高高在上的要求对方赔偿，没想到涉事文创品牌非常的硬核啊，当庭掏出了铁证，这四瓣海棠、宝相花根本不是你 LV 独创的，这是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纹样，从唐代织锦到敦煌壁画，属于全民共享的传统文化公有素材，任何人无权独占垄断。杭州法院最终的判决逻辑极其清晰直接被全网点赞，守住了底线。被告使用的是传统花朵纹样，没有复刻你 LV 整套老花的字幕组合，构图存在明显的区别，根本不会让消费者混淆，侵权不成立。LV 可以保护你自己设计组合的老花，但你少拿中国传统纹样来碰瓷国货。那不仅是大陆的杭州法院在台湾省，这套所谓的跨类无限保护和技术纹样垄断，在司法界同样是很难走通的。台湾地区的智慧财产法院在处理类似的案子时极其看重一个原则，叫公共领域。台湾省的法官和学者们多次在判决里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图案、一种纹饰在历史文献、传统服饰、庙宇雕刻中已经存在了上百年，那它就已经自动进入了全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公共文化领域。你一个西方时尚品牌，就算把这朵花画得再好看，你也只有对你特定组合商品的专用权，你绝对没有权利跑去阻止台湾的茶饮店、服装店使用这种基础纹样。那当年欧盟和日本法官驳回 LV 的时候，逻辑和咱们台湾省杭州法院的判决如出一辙。基础图案属于公共资源，企业不能垄断，怎么到了某些被资本游说渗透的律所手里，就成了收割国货的镰刀了呢？那聊到这儿肯定有人要说了，你天天扯什么唐代宝相花明代园林有啥用啊？人家 LV 就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啊！茉莉奶白一审就是判输了呀！法律就是法律。我今天就告诉你你以为新华社半月谈、浙江宣传、各大央媒和地方党媒这次为什么集体派出的怒批因为单个官司的输赢是技术问题，但是老祖宗的文化瑰宝被外资合法夺走，那就是底线问题了。正如浙江宣传所呼吁的我们必须用法律和程序搭建起牢固的制度屏障，绝不能再让老祖宗跟我们一起吃哑巴亏。中国这回从央媒到地方的集体发声，释放了一个无比强烈的信号。现行的商标法确实有漏洞的，被这帮无良买办钻了空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一直任由你们收割呀。这一次的大讨论就是国家层面上收紧外资维权尺度，保护国货发展权益的法理自卫反击战。你要是告别人100%抄袭你老花设计，没人说二话，但你如果想拿着一朵在中华大地上长了上千年的花来跟中国人收税，来砸中国企业的饭碗，那就是在挑战全体国民的文化情感底线。再回到这场官司1030万的判赔额确实是创了记录，但在舆论场上 LV 虽然是赢了判决，却彻彻底底的输掉了全中国人的口碑。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已经明确表态，一定会上诉到底，而全国的老百姓用脚投票。茉莉奶白的门店这两天直接因为支持国货的情绪全线爆单，反倒是 LV 在中国的各大社交账号全线沦陷了，连带着他们的代言人都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
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你们觉得莫莉奶白接下来的2审能不能像当年的杭州案一样，给咱们老祖宗的花彻底正名翻盘呢？